7月8号、10号，生态环境部接连发布2份南海生态报告，对比了黄岩岛与菲律宾非法坐滩的仁爱礁海域生态环境现状。黄岩岛生态好，而仁爱礁生态差。同样位于南海的2处岛礁生态健康状况大相径庭，也受到参加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记者们的注意。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面对 BBC 提出的菲律宾否认其军舰损害仁爱礁珊瑚礁的指控，发言人林健强调，报告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调查。我注意到8号发布的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的调查报告，详尽地记录了从生态多样性的破坏到重金属污染的长期风险。 报告清楚地显示了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的行为如何严重破坏了珊瑚礁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我注意到今天上午中方还发布了黄岩岛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调查评估报告，则展示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这2份报告清晰表明，中方高度重视南海生态环境。客观的调研同样证实，在南海生态保护上，谁是保护者，谁是破坏者。 在7月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南沙群岛珊瑚礁系统和岛礁周边的海洋环境。中方发布的报告清楚表明，导致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主要因素是菲律宾军舰非法坐滩及其相关联的活动。 这是基于客观事实和科学调查得出的结论。中方要求菲方撤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避免持续破坏仁爱礁生态环境。深圳卫视注意到，7月8号和10号，生态环境部连续发布仁爱礁海域和黄岩岛海域的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报告。 报告表示，2024年较2011年，仁爱礁浅滩的礁盘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总体减少了约38.2%。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周边半径400米范围内礁盘的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减少了约87.3%。菲方破旧军舰锈蚀破损导致的重金属析出及菲方人员倾倒生活垃圾与污水，对珊瑚的健康生长造成的长期性危害十分惊人。 央视总台南海之声推出的中英双语纪录短片《仁爱礁南沙之泪》也拍摄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仁爱礁本该是个很美的地方，只有消除坐滩军舰这个污染源，周边被破坏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才能得到恢复。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菲律宾的破旧的军舰在仁爱礁 坐滩了25年，对仁爱礁及其周边的海洋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珊瑚礁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黄岩岛在我国的控制和管理下，包括珊瑚礁的生态环境都是比较好的。这2份报告的背景是， 菲律宾最近一直不停的在黄岩岛，还有包括在仁爱礁等这些海域，制造各种事端。 与仁爱礁水下生态遭受菲方长期严重破坏不同，黄岩岛海域则长期受到中方多部门的保护。根据今年5月和6月对这片海域全面体检式的调查，评估得出黄岩岛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可以媲美世界著名的珊瑚礁大堡礁。以最能反映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活珊瑚覆盖度来看，黄岩岛活珊瑚平均覆盖度为28.6%，较2015年有明显增长。 调查记录到礁栖鱼类23科125种，这表示黄岩岛海域整体是一个生机勃勃、健康发育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部还发布了黄岩岛蓝海宝石的纪录短片，罕见披露了黄岩岛海域水下生态系统的状况。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条纪录短片还特意提到这样一段科学检测内容：调查发现，黄岩岛海域环境质量状况为优。 黄岩岛海域的海水水质为1类，符合我国南海珊瑚生长的水质要求。全部点位皆未检出氰化物。
实际上，相关检测，尤其是氰化物检测，针对的是菲律宾方面长期抹黑称中国渔民使用氰化物捕鱼的炒作。今年2月，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宣称，他们最近发现相关海域的环礁湖严重受损，并指控称可能是中国和越南渔民使用氰化物捕捞所造成的，还宣称造成了超过10亿菲律宾比索的损失。中方这次披露黄岩岛水下实际状况及检测数据，有力驳斥了菲方的抹黑。他们在以前的这个南海仲裁案里边，就指控我国破坏南海的有关的生态环境，其实是污蔑我国。这2份报告，特别是针对这个仁爱礁的这个生态环境的调查，明显的显示了菲律宾才是破坏海洋生态，特别是破坏这个仁爱礁珊瑚礁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氰化物捕鱼是上世纪60年代由菲律宾渔民所发明的，目的是向美欧和日本的水族馆提供热带观赏鱼。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引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联合国的统计，美国每年进口的1250万条热带鱼中，有70%到90%是利用氰化物非法捕获的。氰化物对人类有剧毒，但菲律宾渔民发现，使用喷壶将其喷洒在海水中，可以麻痹鱼类，使其动弹不得，从而方便捕捞。法新社报道指出，这种捕捞方法将损害鱼类的行动和呼吸能力，还将毒死珊瑚，造成珊瑚礁连片死亡。据测算，每以氰化物捕捞1条热带鱼，就会导致约1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死亡。据一项1997年的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截至当年，菲律宾渔民已经投放了累计超过100万公斤的氰化钠，造成规模骇人的珊瑚礁被毁。此外，根据菲方一个环保组织的统计，进入21世纪后，该国渔民使用氰化物非法捕鱼的现象仍十分猖獗。据调查估计，2010年前后，仅南沙群岛就有超过26万宗用氰化物捕鱼事件。2023年6月，马尼拉公报报道的一项研究指出，菲律宾氰化物捕鱼虽然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但仍在进行。教徒报发表社论称，莫迪在美国举行北约峰会时访俄，释放出了一个地缘政治信号。莫迪上月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又派员参加了瑞士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现在他试图做平衡，表明印度对于传统俄印关系的坚守。报道称，印度前外密坎瓦尔西巴尔表示，莫迪访俄表明印度不会参与西方的制裁游戏，俄印关系是独立的，欧美不能处理好他们的对俄关系，不是印度的问题。更令美西方恼火的是，俄印领导人在正式会晤后还签署了关于2030年前俄印经济合作战略方向发展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在2030年前将俄印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的目标，还签署了多项双边文件。俄副总理诺瓦克告诉记者，石油供应达成长期协议是俄罗斯和印度双方目前正在重点推进的事项。他形容两国对此都很感兴趣。在过去2年中，俄印两国的贸易额几乎增长了2倍，其中的大宗来自印度大量进口的俄罗斯石油、化肥和煤炭。印度也计划增加对俄罗斯的出口。据印度媒体报道，该国购买的俄罗斯原油一度暴涨20倍，原因是在被美西方制裁后，俄罗斯原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很多。外界认为，俄印关系回暖与两国贸易势头良好有关。今年前4个月，俄印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31亿美元，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10%。双方还讨论了在国防领域发展联合生产的问题。据统计，印度60%的军事装备来自俄罗斯，受美国印太战略拉拢以及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供应商交付能力降低等影响，近年来印度向美国及北约国家购买的军备增长也十分迅猛。尤其令美国十分生气的是，普京和莫迪还同意通过使用本国货币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双边结算体系。双方商定继续就两国金融信息交换系统的连接进行磋商，这意味着印度将继续绕过美国主导的 SWIFT 系统，与俄罗斯展开大规模贸易。购买石油之后，导致双边的贸易量增加之后，又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俄罗斯现在手上大量的掌握了印度的这个卢比啊。但是印度的卢比呢，对俄罗斯而言，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它其实不好花出去啊，所以它还是得回到这个印度去
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就只能是通过印度和俄罗斯之间扩大贸易啊，扩大可以这个购买的这个商品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各方面的这个贸易往来的这种方式呢，把这个手上囤积的这个卢比给发出去。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印度过去2年多购买俄罗斯原油大发意外之财，但美国基本上忍气吞声。虽然对印度进行了一些批评，但仍保持克制，因为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得罪不起。然而，在美西方持续孤立俄罗斯的态势下，莫迪此访是对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极大认可。双方加强能源、科技等合作，也将提高印度对美外交的议价权。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印度可能意识到美国不太可能因为印度继续与俄罗斯保持关系而惩罚它。该报也认为，对美国来说，试图孤立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是一颗苦涩的药丸。莫迪此时对莫斯科的访问让美国及其盟国感到恼火。莫迪访问莫斯科呢，对美国和盟友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实际上对这个莫迪政府的这个拉拢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显然这次这个莫迪对俄罗斯的访问，一定意义上说，在美国看来，实际上是他这些年外交的一个失败。